烦恼，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词，但是真正了解什么是烦恼的人却很稀有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了解烦恼的人，就有能力让烦恼不会升起。就像已经知道谁是小偷的话，你就不会让他进到家里，自然就不会有财务损失。所以要消除烦恼，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它。认识了之后，它就很难作怪了。一般的人多半可以感到忧苦是烦恼，聪明的人知道快乐也是烦恼，有智慧的人知道只要心被牵动都是烦恼。在境界里做不了主，只能任由环境决定自己的苦乐。每天顺心就得意，不顺心就哀愁，这种日子就是疲劳生死。这里以瑜伽师地论的论文来了解一下烦恼的自性是什么。能了解烦恼，就能不受其所害。自性可以说是事物的特性或者本质，就像水有湿性，火有热性。因为这样的性质，所以取名字称为是水或者是火。佛法中则称为自性。烦恼的自性是什么？论文说，如果有一种心理状态升起的时候，它自然是一种不极静的相状，让心不能极静，这是所有烦恼共通的相。因为起了扰动的心，这种不极静的状态也让身心相续运转不息，不得安宁，把这样的心理状态称为烦恼。而让心不能极静，就是烦恼的自性。烦恼这个心理现象升起的时候，第一个先扰乱破坏本来的平常心状态，让人失去正常的智能水准，失去正常的判断力，思维逻辑也大幅下降。意思是心乱了之后，接下来对所缘境，也就是对心所接触的境界，发起颠倒的看法与想法。这些颠倒的思维是被烦恼影响之后所产生的。简单举个比喻，就像这时代流行的诈骗，如果直接骗，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。要先想办法引起被害者的贪欲、情执、恐惧等等烦恼。烦恼一产生，智慧就没有了。所以受害者源源不断，并不是诈骗的手法高明，而是被自己的烦恼所害。